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快乐种子聊天室。大家早哦，我是今天的主播，我是思敏，大家好。那大家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期待不？我觉得今天哦非常的酷哦，可能很多小伙伴每个礼拜都在听我们，哇，种种子可以这样，哇，又可以达标业绩啦，金钱收入增加啦，然后他的什么关系也提升啦，真的是可以的嘛？那我们今天哦，非常的荣幸哦，我们邀请到一位种子小白，他刚刚开始学习这个体系，没有多少的时间，但是呢，他却进行的非常的有收获哦。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哦，来听听这个种子小白他怎么样运用这个种子体系的方法哦，在短短的14天，业绩翻了4倍。大家想不想在自己的事业上也可以有所突破呢？那今天真的务必要留守到最后，因为今天的内容非常的精彩。那在我们邀请嘉宾出场之前啊，好不好？大家动动手指头，来我看看动动手指头，大家好不好？把今天的直播先转发分享出去呢，让更多的朋友呢有机会哦听到今天我们嘉宾这么棒的分享，好吗？也许你这不经意的小小的举动哦，就成为了他人生命中宝贵的贵人了。因为有可能他听到今天的分享，开始接触到这个体系，然后他的生命开始向上循环。你觉得酷不酷？那所以大家赶紧的动动手指头，那我们邀请我们的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来，我们鲜花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Peggy。Hello，大家早上好！在线的朋友是不是第一次见过我？可能在线的朋友也有 Peggy 的朋友，所以你们不是第一次见到我啦。我先自我介绍，我是 Peggy，我来自巴都巴哈，是3个孩子的妈妈。那目前呢，我除了是一位妈妈以外呢，我也是在从事一份就是助人找回健康、找回漂亮、找回自信的事业。太棒了！你看，多么漂亮的一个女生，一上线就一直笑容满面哦，非常的亲切。那我很好奇，我相信线上朋友啊，对于 Peggy 哦也是不太熟悉。那 Peggy 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接触到这个体系的呢？让你的生命从此不一样。首先呢，其实我要很感谢、很感恩我这个贵人，然后这个贵人呢，他就是我 Kelly，也是我目前的上家。其实我会怎样接触这个种子呢？我是 Kelly 的朋友啦，然后呢，我其实在社交媒体上，我常常是在 Facebook 的时候，有时看到 Kelly 哦去分享，诶，他种种子啊，去读书会啊。其实我当时看到这样子的 message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诶，这个应该是一个套路，套路说，哎呀，这个东西可能是又要后面有什么东西这样子的哈，我就没有产生很大的兴趣。那么这个感受啊，其实是在几年前就已经看到 Kelly 已经开始，就是我记得是在 MCO 左右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开始做这个动作了的。然后呢，就这样子呢，就是在今年不是去年的8月我生日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想，因为我的孩子渐渐的长大，所以我一直都想在为我的人生下半场呢去找到一个平台，然后要找到自己的价值，就是生命的价值啊。我一直觉得，之前的生活是在家庭上面哦，那孩子长大了已经不太需要我了，时候我要找回我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所以我一直在寻找着有一个寄托去做的事情，可能一份事业是，但是前提是要符合我的理念，是我喜欢的，我 enjoy 的哈。那么在8月份的时候，其实我去年8月份我生日的时候呢，我就有面临就是8、9、10那个过程，我其实有一点点的低谷期啦，是迷茫。其实不是负面啦，就是说，哎，我好像找不到我人生的目标，到底我接下来我的人生的价值是要从哪里去开始的？然后当时我就跟 Kelly 其实是一起去运动的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去运动。然后呢，我就跟 Kelly 提到这个，然后 Kelly 那时候有是问，哎，你来种子，来上种子会。然后之前的几年啦，Kelly 常常都跟我分享种子的时候哈，他跟我说。
如果你学会种子，我永远都记得他跟我告诉他讲，如果你学会种子，你一定很多好花开。当下我是听不懂那个什么东西，因为我完全不懂什么是种子哈。然后就在8月、9月、10月的时候，我的迷茫期的时候呢，我也是有跟 Kelly 提起，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Kelly 就来邀约我说，就是一起跟他做这个事业啦哈。然后我就开始喝了那个产品，然后产品就带给我效果的时候呢，他一直鼓励我。可是我是一个必须要有感动点的人哈，我才可以去产生那个行动力的人啊。就是我先要可以感动我自己的，我就一直犹豫不决了。然后就在11月1号的时候呢，我就主动。其实那一天哦，是不允许我就是不允许我去上课的，就是去这个读书会，因为我的孩子星期三是有人教课的，诶有上课我需要在，可是那当下我那个感受就是有一股力量推使我一定要去，然后呢我就很主动的，因为我很少会去请别人帮忙的，我只要可以做到我都不会去帮。我那时候就为了很想要上去读书会，我就打电话去给我的孩子，跟他讲说，你可以问你的同学哪里一个妈妈可以帮你再去陪读地方。从他去问了这个动作时候，有了第一次，我就接下来就有很多次了。因为我去了第一次读书会的时候，我都记得哈、当天我就听到比的故事。其实我是一直都在OK，我是一直都知道自己哈、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讲是没有人发现的啦，因为我都隐藏得很好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从小到大。所以我一直都在往这一方面去找一个答案，找一个方法。为什么我就天生缺乏安全感？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到底是有哪里一个缺失，然后造成我缺乏这个安全感？那个缺乏安全感是很严重的缺乏安全感，所以我就一直有在找这个东西。然后呢，但是我过去呢，就是一直自己的嗯找答案，自己找答案，但是就觉得好像都是碎块拼凑不起来。然后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是那种很正面的，其实我是会先想，诶，为什么这件事情它会发生？不管它是好还是坏，它是要带给我什么讯息？然后自己去转念的。可是那个过程是蛮长时间的，有时候也蛮耗精神啊，好像会有一个过渡期这样子。所以我一直都在找答案，直到那一天哦。我永远都记得应该是11月1号，我去读书会的时候，我听到笔的故事，哇，我就直接智慧打开了，我终于明白，我所有过去的感受都来自于我。就这样，我就开始了这个种子，就开始了学习这个种子，也理解了这个种子它到底是什么一个体系，然后爱上了种子智慧和这个笔的故事的智慧。太棒！那 Peggy 在去读书会第一次哦，就解决了这个内在没有安全感的这个问题哦。透过笔的故事了解到，诶，其实这份枷锁是可以打开的。那你开始去调整之后，然后在你的事业上，你又怎么样有所去突破？因为那时候你讲你在那几个月其实是很迷茫的，诶，孩子又大了，好像不太需要我了。这样我人生下半场应该要怎么样过呢？然后你那时候很迷茫的，那透过学习这个种子体系之后，在你去发现、去找到自己的这个新事业方面有什么样的帮助吗？有，其实就是在我去的种子第一堂课第一次的那个爱种子读书会的时候呢，我其实回来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说，哎，我已经理解到，哎，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方法到底是什么让我缺乏这个安全感的这个源头，哦，原来是来自于我，那是我的种子，我过去有种下的这个种子，所以呢。在我开始我的事业的时候，我运用了这个种子。那我记得我在11月12号呢，我就那天凌晨哦，我睡醒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写了一个文案，就是分享自己在整个瘦身过程中通过产品的一个文案。就这样子哦，在11月12号
那天的早上，我的讯息就不断的海量的进来哦。然后当时其实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会员来的，我什么级别都不是。然后我就问了 Kelly 说你要我做什么？这样他就讲你先上经理咯，他就这样跟我讲。那我就好，这样上经理的条件是什么？我就去做。然后当时呢，我已经学会种子了嘛。然后呢，我就跟 Kelly 两个一直去做咖啡庆祝。当我达标我的经理，因为我表层音已经有了，我深层音也有，所以我在达标经理的时候哦，我又在问 Kelly，你要我来圆满你什么？然后当时 Kelly 是想要上3星的，所以他需要我来圆满他这个东西。那我当下呢就好，我的起心动念呢，当时就是为了要圆满我的上司。然后呢，我就是跟 Kelly 两个一直去做这个咖啡庆祝。那我到底做了什么东西的咖啡庆祝呢？其实我当时是急需这个种子的，因为在过去我有种下很多种子，我就开始去启动我以前的种子，因为我以前种下的种子，我并没有做到这个咖啡庆祝的动作，所以呢，我当时呢就是一直跟 Kelly 两个，我们就咖啡庆祝，我就拿过去我种下很多很好的种子，所以感恩自己过去真的都是有种下很多很好的种子，然后我就咖啡庆祝，在11月30号结束之前哦，然后 Kelly 达标他的3星，然后我也达标超标了一个经理的分数，然后就这样在当时我真的是觉得哇，总之太神奇了，真的很神奇，但是很神奇的一个力量，只要你相信哦，它一定是有，但是也要感恩自己啦。过去真的有种下这些种子，在我急需的时候，我可以拿出来咖啡庆祝。这样子，然后在太棒了。12月份的时候呢，我又再继续，我在十二月12号左右啊，我忘记具体的时间，我就报名了上葛西老师的 L123阶，然后当时哦，我就报名的时候，我是知道我可能会有3天没有办法出席的，我知道，可是以我过去的性格，我是绝对不会报名的，因为过去的我哈、就是说，诶，我报名了，然后我没有上课，哪里可以这样子的东西？我会纠结，我又有一个框架在自己身上了。所以在种子彼得故事里面，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来自于我。那么，如果种子是要我去上2天课就足够的，那我就去做就好。那我的心就开始，诶，没事啊，就上2天课也没关系啊。那个智慧会从另外一个方式来到我的身边的，因为我相信种子，我也相信彼的故事。就这样子，我只是上了2天课，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天的时候啊，Grace 老师就我们小组会议，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就问了每一个人的一个问题啦，然后他就说我们要设一个目标，就是业绩的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可能有些人是打工，他要收入高一点，可是当时我是在11月12号开始，我才开始我的新的事业，那我12月的时候，我就设了一个很大的目标。当时我的收入就是第一次拿工钱哦，是3000块，然后我就跟老师讲，我想要拿15千，就要五倍增长。老师就告诉我，你觉得有可能吗？而且今天已经是10多号了，你要在月尾他就跟我讲，你要设那个目标要有合理性的，也对，老师讲的没错，其实我知道，可是我只是跟老师讲了一句话，我很想要到那个目标。然后我知道我的上司就是 Kelly，他有他的目标，我想要圆满他，然后我去达到这个目标。然后当下我就调整我的起心动念，我的起心动念是要圆满我的上司的。然后呢，我这样的动作，如果我达标，我对我的顾客更对我更加有信心。我去努力是因为我的顾客，我要让他们知道他选对的一个人，这个人是我，他们没有选错人。我要让他们有这个信心，所以我的努力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我的上司、我的顾客而去做这个努力的。当我其实真的是这样子想，所以呢，我还跟我自己讲，种子具足，现实靠边站。如果我全力以赴就对了，然后我全力以赴，不管结果是什么，我都是接受，就是这样。所以呢，
真的很开心哦！我在12月31号之前，我达标3星的业绩，而且还是超标的，所以我真的拿到我要的15千的收入，所以很开心。这个就是我在接触了种子体系之后啊，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啦，我就是这样子。大家听到津津有味的同时，好不好？赶快点赞一下。哎，第一个月开始新的这个事业哦，第一个月哦，他刚刚有提到11月12号半夜睡不着啊，他就 post 了一个 post 哦，然后那个 PM 涌入啊，你知道吗？然后在11月30号哦，他就以超标的那个方式合格了他的经理的位阶。这是刚开始的，短短2个礼拜吧，应该是有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啊，就合格啊，连跳2级哦，达标啊，他的经理位阶。然后他12月去上了123阶，然后他就跟老师讲，老师，我很想要我合格这个达标这个3星的位阶啊，3星总监的这个位阶，然后他想要15千的收入。那他第一个月11月的时候三千收入，然后还要飞到去15千。然后老师就跟他讲，那个我们要目标要合理化啊，要合理化。但是他很想要，他就不想这么多，他就全力以赴，不管结果如何我都接受。但是我要就是该做什么，做对事就对了啊。然后他大概有抓到一个重点嘛，他去调了，他非常重要，在我们体系种种子哦。虽然我们说4步骤很重要，但四步骤啊。你用4步骤啊，它能不能很有效、快速让你看到你的这个目标达标？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对，这个占很高哦，这个占很大部分哦。那他调了他的起心动念，有没有刚刚小伙伴听到 Peggy 调了什么起心动念？他为什么要达标这15千的这个收入目标？有人抓到吗？还是没有？如果你没有听到 miss 掉错过了，那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处讲我没有听到嘞，Peggy 可以再重复一次嘛？为了上司，我看到说动了谁啊？为了上司，他想要去圆满他的上司的目标达标，然后他为了他的客户有没有？对，他为了他的客户，所以他的爱，他的目标，今天我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仅限于我自己，我不是为了我自己要达标这个15千的业绩，这个收入，而是我达标的时候，我其实也可以同时帮助到我的客户，帮助到我的上司，所以他的爱是很大，我们叫做高于爱的动机哦。所以大家可以接着去听，有没有伙伴很好奇？Peggy 刚刚讲哦，我就是跟我的上司一起做咖啡庆祝咯，然后去启动我的好种子哦。然后他很新嘞，那时候哦才去读书会，他11月都还没有去上课嘛，11月只是去读书会学习而已，听了彼的故事呢，回家就开始做咖啡庆祝。然后到底他启动了什么样的种子，让他可以快速达标他的这个目标呢？大家有没有很好奇？有没有想要学？来，我们请 Peggy 来跟大家透露一点啊，就是你其实都在启动什么样相关的种子，然后它跟你的目标有什么关系？OK，我在开始启动这个种子的时候呢，就是我就对照应了，然后我都是去启动我的肥沃土壤，然后我首先是启动我的妈妈。其实我们的妈妈对我很重要的啊，对我很重要。然后可是我今天我在11、12月，我到现在我在启动，我都会一直在咖啡庆祝他们，是因为我的肥沃土壤呃。已经很多是不在了的，已经过世了的。所以在我妈妈在的时候，我就启动了，我每一个月都会给我妈妈生活费。OK，然后我会固定每一个星期回来，我都种下10间的种子。所以刚才我给的那个给我妈妈钱，所以我给下慷慨大度，种下金钱的种子。第二呢，我启动的就是我陪伴我的妈妈，我给下10间的种子，然后我陪伴她的种子。所以再来，我又启动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在他生病的时候，中风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出现的。然后我带他去新加坡的医院，在医院的时候顾着他，然后给他陪伴，所以我种下10间，也种下陪伴的种子。然后再来，我就启动我的婆婆的种子。我在
我的婆婆，她当时她的脚没有力，她坐轮椅，可是我很想带她去新加坡玩。然后那时候我就种下一个慷慨大度的种子，我邀请了我的姑姑、我的婆婆的妹妹，姐姐还是妹妹，一起去新加坡，然后应该是3天4夜这样子，然后就吃喝玩乐，然后陪着我的婆婆一起去动物园啊，去寺庙啊，所以我启动了这个我又种下了慷慨大度的种子、时间的种子跟陪伴的种子，最后我又启动了我的家翁爸爸。在 MCO 的时候哦，我的家翁爸爸就身体就比较一直虚弱，有大大小小的不舒服，所以当时大家都知道 MCO 的时候哦，大家都很怕去医院的去看医生。然后那时候的 MCO，我的女儿其实还很小，都不到1岁的，所以要我去医院，其实我也是很担心的。可是我知道她很想要我陪伴她去，所以我种下时间的种子在我的家翁爸爸身上，我种下安心，给他安心的种子，安全感的种子。我让他心想事成，我成为他的贵人。其实这些种子我都在我的福田上面都有种下的，所以当时呢，我就只是一直启动这些种子发射去到我的业绩，然后启动这些种子发射去我的业绩。为什么我要启动这些种子呢？因为我要让我的顾客呢知道说他在找我下单的时候，找我喝产品、找健康、找自信、找美丽的时候，我是会给予他时间的。我是会给予他陪伴的、鼓励的，因为每个要找健康和瘦身的时候是不难，但是难在于很容易放弃。那放弃的过程中得不到鼓励，得不到被看见、被在乎，所以他们就会放弃。所以我种时间种子跟陪伴种子，我种下他们心想事成的种子，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有身边有一个人陪着他们一起瘦的，就是有伴。所以我又种下了这个贵人的种子，然后我发射去给他们，我就是他们的贵人，我带着他们瘦。还有一个种子，我刚才忘记提哈、我种下健康的种子给我的家人，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我每次咖啡庆祝的时候，我都发射去给我的顾客，因为我希望我的顾客在我这里哈、因为我有发射这个祝福给他们，所以他们喝产品的过程中，他们会有健康。他们要瘦的有瘦，因为他心想事成嘛，他想要瘦，他就有瘦；他想要健康，他一定改善健康，他一定找到健康的。所以我就是这样子的过程中，当然我也种下慷慨大度，因为我有种下慷慨大度的金钱在我的福田身上。所以今天我在谈的这几个福田哦，4个福田，其实他们都不在了所以我想想一下，呃呃，过去自己哦，真的是很感恩有机会去种这个福田，因为现在我要再种的时候已经没有几位了，只剩下我的家婆啊，还有我的先生或者我的老公，嗯，所以很感恩自己过去有这个种子，可以让我去种下这个福田，然后在现在我接触种子的时候，我可以去咖啡庆祝这一些。其实，在咖啡庆祝的时候哦，也是让我去recall 当时的那些心情啊，嗯。太棒了，Peggy，so cool，谢谢你哦，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么细节哦。来，我再帮大家回顾一下，刚刚 Peggy 有一包哦，就是它有好几个非常关键的种子，来大家做笔记啊。有没有小伙伴刚刚有听到 Peggy 的分享？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聊天区哦，去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他提了。他去咖啡庆祝了哪些种子来帮助自己快速达标他的业绩目标的吗？我们要业绩，第一个很重要，慷慨大度的种子。那 Peggy 他选择的是谁？他选择服务的是这个他的福田，他的肥沃土壤有谁呢？有他的妈妈、他的爸爸、他的婆婆、他的家公，对不对？然后他的先生，总之他身边的所有人都是他的肥沃土壤。但是他特别去回顾的这些人呢，就是包括他的妈妈，他说他这一些，他就回顾他当初怎么样去照顾他们，然后有没有慷慨给予时间去服务他们，在他们急需要有人带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啊，去照顾他们健康的时候啊，他都是第一个出现，然后陪伴他们，然后慷慨给时间带他们去看医生，陪伴他们，让他们有这份安全感的，有吗？所以呢，他很核心的几个种子，慷慨大度，对不对？
有慷慨给带去看医生，肯定要有时间嘛，对不对？慷慨给时间带去咯，然后看医生要不要钱，也肯定有慷慨大度给医药费了啦，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整个过程有没有慷慨给时间去陪伴他们？那肯定也有陪伴嘛，对不对？还有我有漏掉什么种子吗？安全感的种子，对吧？然后为什么大家很关键？为什么他会？大家有没有很好奇，他为什么跟达标业绩跟陪伴？因为他一直在强调我慷慨给时间陪伴我的这些肥田陪伴。为什么他会特别去强调这个陪伴的种子呢？怎么样连接去他的目标？大家有抓到吗？因为他做的 Peggy 从事的是帮助他人瘦身，然后呢陪他的客户一起瘦身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很多在瘦身的过程是很孤单的哦。然后呢，瘦，然后就那个当初答应我来陪伴我的人消失了。但是他想要给到他的客户是有那份安全感，没有关系，你找到我，找对人了，然后我就是会从头就一直陪伴你到终点，就是我会陪到你瘦身成功为止。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第一个时间出现。我要给到我的客户有这份安全感，我要让他们有感受到有被陪伴的感觉，所以他会特别强调这些种子。当然，依据你个人的那个目标，你也可以去审查，去看看自己现在我想要达标这个目标。我需要什么样的种子呢？你也可以去列出来啊，去列出来，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种子来帮助你达标你的目标？那 Peggy 她在她的业绩目标上，她需要这些种子，然后呢，她就好好的去咖啡庆祝。然后大家有听到她刚刚讲吗？咖啡庆祝也要有那个感受啊，Peggy 要不要加强去分享一下这一个？为什么对你来讲，其实咖啡庆祝那个感觉也很重要哦。好，我先跟大家澄清哦，我真的是爱这个学习这个种子体系跟这个比的故事是真的是小白。那我是在11月跟12月的一个感受，我就做一个分享哦。我我知道哦，大家好像说，好像我在种种子的时候呢，我的起心动念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在做这个咖啡庆祝的时候，我个人也觉得那个起心动念也是很重要的。当时我要咖啡庆祝的目标是为了什么？那个起心动念，然后那个感受很重要，就是要把。如果说今天这个种子你要把它卡出来用的话，你只是因为这样子咯，这样子哦，这样子卡，你不到位，你没有感受，明印要很深哦。我是调整自己的起心动念。今天我要咖啡，把过去的那颗种子拿来咖啡庆祝，我会调整一下我的起心动念，说我要把它发射去我的目标的目的是什么？我要业绩是没错，我要业绩，但是我要业绩的背后意义是我想要帮助更多的身边的人，他想要瘦的都可以瘦成功，他想要健康的都可以找回健康，不要就是在他们在迷茫的时候啊，他们会看到我。所以我背后的动机是因为我要去让更多的人找到健康，而且是选择对的一个方向。OK，所以呢，我的业绩是在后面，但是前面是高于爱，我走在前面。那么呢，我就调整了自己的起心动念后，我就开始要去找那颗种子，我就去抠出来那颗种子。当我在抠这颗种子的时候，我就会当下回到那个感受。当时我在种这颗种子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什么？如果当时我种下这颗种子的心情是有埋怨的，有不开心的，骗不到人的，因为那颗种子它已经种下。你可以说我去扣那颗种子，但是你其实不知道当时你给的心态是什么的时候，你会扣到不好的种子。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当时我在种这颗种子的时候，我的起心当下的感受，我真的是很喜悦，我可以去种，我很感恩，我有机会去做这个笑，然后我就去扣这颗种子上来，然后我就把自己摆在当下的那个感受去做这个咖啡庆祝。当我做了这个咖啡庆祝，那个名印很深，我可以很感动，
感动到我的毛都站上来，就是这种感受。所以我的咖啡庆祝就很有力量。嗯。所以就我在深层音其实已经做了，然后我的表层音也做了，所以在双层都发生的时候，花开的就很大，这样子。非常棒啊！点赞培育哦，非常的有感受的这样子的践行哦。当然，你知道吗？他刚刚讲的那个，他是去回顾哦，他在跟大家分享的是，他还没有正式进入课程之前，他就开始这样子做。对，所以可能线上的朋友有些人是第一次接触到我们这个体系哦，连读书会都还没有去，没有关系的。今天我们种种子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哦，我们种子都种下了。就好像佩 e 刚刚他去回顾的那些他服务肥田的那些我相信他那时候当下他在服务他的父母亲的时候，他也还没有学习体系对不对？没有，对，但是他那个时候他是发自真诚的，很有爱心，就是很愿意、很甘愿、很喜悦地去服务他的肥田种下的这些种子。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每天无时无刻，我们都不管有意识无意识，我们都种下了无量无量的好种子。那大家也可以去回顾，去找一找，现在我的目标是什么？我需要什么种子来帮助我达标呢？一一列下来，然后像培地这样调好我的动机。今天我为什么想要达标我的业绩目标呢？他的高与爱动机是什么？他是为了他的家人，还是为了他的客户？哎，我达标，我其实是帮助到更多人去找到健康，找到美丽，找到自信，对吧？所以对，他不是停留在自己我就达标，我就有3000块收入我达标就15,000的收入。No，这只是其中一个 benefit，只是其中一个收获而已。但是他在达到这个15,000收入之前，他其实更想要的是看到他帮助过的那些客户可以达到他们的健康，然后找回他们的自信美丽哦。所以我觉得带着这份爱哦，所以呢促使他的这个4步骤，促使他的咖啡庆祝这么的有效。所以大家都有这个工具，我们好不好给线上的朋友，可能有些很新Peggy，我们来给大家知道一下，到底我们常常讲的4步骤是什么？然后大家就可以回去用看这4步骤是什么。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四步好，骤可以。简单4步骤是什么？简单的四步骤哦。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有清楚明确的目标。打一个比方你要钱，我讲比较容易的理解的哈，你要钱，大家都要钱对吗？你要钱，那你要去找第二个目标，第二个步骤跟你有同样需要的人。第一个是明确目标，你的目标已经有了。第二个目标就去找跟你一样要目标的人，就是跟你一样要钱的人。第三，我们就要去行动，我们要先把钱给出去，我们要种下去先把自己想要的先种出去。所以我已经找到我的目标是要钱，我也找到跟我一样要钱的目标的人物，我现在就要把这个钱种在他的身上。那我做下来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个人当下我的心情，还有对方的心情，他是很喜悦的，很开心的，然后你就把它把 camera 下来在你的脑里，然后在你晚上的时候，临睡前的时候，还没睡时候，意识比较平静的时候，我们就来回想我们今天有种下了什么种子，我们来做一个咖啡金书，就是哇哇，我今天呢，我看到我就做一个 example 啦哈。我就说一个 example，我就是我已经中了，我现在再把它再开一次哈，就是有一次呢，我就得到的一个意外之财，然后其实那个意外之财呢不多，是1000块，然后呢我抽了18仙呢就给了我的家婆，然后1000块其实真的不多嘛，我的家婆就会想1000块这么你给我钱，你又不是中很多钱这样子，你又不是拿到很多的意外之财，可是我就特地的拿去种在我的家婆身上，我讲哎呀，我拿到一个意外之财，然后我就跟你分享，然后给你买一些你吃的喜欢的，然后就给了他，然后当下我的家婆是很开心的，因为他收到的不是钱，是我的心意。所以我就很感动，因为因为我知道我家婆她不是说看在那个钱，她是看到我给的是那个心意，所以我种下这颗种子在我的福田上面，她很喜悦。
我很开心，然后我要咖啡庆祝。咖啡庆祝是我看到一个很喜悦的家婆，然后让我种这个金钱的种子在他的身上，种意外惊喜的种子给他，因为他也很意外我会给他这个钱，所以我种了2颗种子，我要把它发射去到我的业绩，也有慷慨大度的顾客，然后在这个月3月31号之前，然后给我很意外的惊喜，达标我的业绩，yes，我好酷啊！super cool，我就哇，顺便做了一个咖啡庆祝。非常棒哦！大家学到了吗？非常感谢哦，Peggy 非常慷慨无私哦，直接在这个直播现场哦来一个精简版的这个，让大家看看他平时怎么样带着喜悦满满的去咖啡庆祝的一个例子哦，所以大家可以学一学，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用用看哦。你不要相信我们，真的，是我你只要们就告相信诉你了，去种这个种子，对。去做咖啡庆祝就可以了。对，你就要为自己做的好事感到开心，然后就是我觉得 Peggy 也可以讲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哎呦，我一开始哦，我觉得那个为自己做的好事，我平时都在做好事啊，吗？为好，什么今天还要做这个好事啊？还要为自己讲自己很酷，然后我觉得很给力哦，然啊，后怎样去克服这个？你怎么样做了一些调整呢？OK，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哦，我在就是接触这个种子体系的时候哦，我就觉得怎么你要我咖啡庆祝的东西我都在做的啊，怎么要多做一个这个动作呢？其实后来我理解的，诶，这颗种子每一个人都几乎我们生活中啊每一个人都有在种的，不管是好种子还是坏种子。可是这颗种子呢，它就是只是种下去，它没有被阳光湿水浇肥，它是不会开花的，对不对？然后有一些，那我们是我过去就是觉得，诶，怎么这样恶心，还要讲 yes，我好酷，我讲不出来，我明明都是已经在做的，为什么我要特意去呢？然后 Kelly 就有跟我讲，就是上课的，就是读书会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其实我们只是把它咖啡庆祝，然后让你的种子先来开花，施水浇肥。那么呢，每一次哦，我们在做的时候，当我知道说，哎，我在做的时候，我的起心动念就要调整。当有时候意识跑掉，我们的意识跑掉，哇，有一点情绪不起啊，还不是烦躁啊这种感受来的时候，可能有点埋怨，我们就开始调整。其实笔的故事跟种子就是来调整我们的思绪，我们稍微偏了一点，哎，调整过来。所以在我理解了这些方面之后呢，我就不会觉得不舒服啦，就不会觉得好像很别扭，我反而是很喜悦的去做这件事情了。然后现在连我去菜市场的时候，我要去给菜市场业绩双倍业绩的时候，我就讲，耶，我好酷！我今天是要去给菜市场双倍业绩的。然后我特地去选，昨天晚上我去跟一个伙伴见面的时候，我就从家里去了一个比较远的 cafe，然后他从他的家去要30分钟，我从我家去要20分钟。他到那边时候，他问我终于选这样远，我讲我特地的，因为我已经调整起心动念了，我今天是要特地花这个时间去到这间 cafe，因为我知道这个 cafe 业绩不好，我要去种业绩给他，所以真的他就是要去种哦，他真的是没有人哦，我就去种业绩给他咯。然后当然我也知道那边就没有人，也比较平静，然后我的目的去那边又可以给他种一个业绩，yes，我好酷。super cool，你看又逮到机会做咖啡庆祝了，我要把这去给我自己的业绩达标。太棒了！那其实所以大家，听说这无时无刻都可以的。这个咖啡金属，只要你那个喜悦的心情，那个感动点，它的名印很深哦。你跟谁都可以庆祝的，不一定哦，要等到0岁前呐、像我现在就跟着这么多人咖啡庆祝，等一下哦，我这个月一定爆的啊，好开心太喜悦了，所以大家真的很，他开发一庆祝啊，就是一个所谓的庆祝啊，就是你，因为我们过往哦，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对，我们没有这个习惯，那我们常常，我们可能平时生活啊，你看到你孩子做很棒的事情，哦，宝贝，你很棒哦，你都会给他人很慷慨的赞美啊，去肯定他人，对不对？那其实你就换个角度啊，你就想，诶，我咖啡庆祝，其实就借着这个短短的时间来给自己肯定，是我也是我的自己的宝贝嘛，对不对？喂，宝贝，你很棒诶。
你今天做了很酷的事情哦，你今天去服务他人呢，然后你今天去给那个 cafe 哦，他没有业绩嘞，那个咖啡厅啊没有业绩嘞，他非常急需要业绩，然后你很棒哦，你主动哦去给他业绩，让他有钱赚呐、是对，不是很棒？那你其实就是借这个机会来肯定自己的行为，这样子啦。我觉得就为自己做的事情开心，它是很简单的，无时无刻都可以做。我喜欢在开车的时候做啊，我也是。洗澡我有朋友喜欢在冲凉洗澡的时候做咖啡庆祝也是有啊，反正无时无刻都可以做。Anytime, anyway，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所以你去玩玩看，然后期待下一次有机会你来到我们的读书会，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分享会啊、工作坊啊，你见到我们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诶，我就是啊，听到 Peggy 啊，你啊在那个直播分享哦，那个咖啡庆祝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学你啊，然后啊，我真的看到怎么样怎么样的花开。欢迎大家哦，赶快去用用看。然后呢，欢迎你有机会回来跟我们分享你践行之后的一些喜悦分享，好吗？那我们好像 Peggy 哦，她是参加我们马来西亚柔佛州巴都巴哈的这个线下的读书会。那我们呢，新马两地哦，包括中国的伙伴，我们都有线上的读书会哦。然后我们新马呢也有线下的读书会。那我们会有小伙伴呢把这个读书会的相关链接哦发在这个聊天区哦，大家可以去点击了解看看，在你靠近你的地区啊，或者是你可能去线下不方便，你要用这个线上的方式来参与读书会的话，也非常欢迎你。那你直接点击那个链接去了解哪一个时间段，哪一本书是你感兴趣的，欢迎你直接联系那个读书会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好吗？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哦，就是我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接下来 GDC 呢有哪一些活动哦是可以让大家参考的哦。然后我们最靠近的就是4月3号，好像 Peggy 哦，她是参加1、2、3阶工作坊啊，对不对？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1、2、3阶工作坊刚刚结束了，然后呢，我们最靠近的一场活动啊，就是课程呢，就是在4月3号是财富丰盛实战营。那这一次呢，非常的酷哦。以往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开课在星期六的，但是呢，我们这一次第2期开始呢，我们会做一些调整，是在4月3号开营到5月26号。然后呢，我们是每周三哦晚上8点到10点会上课。然后呢，参加这个课程呢也非常棒，是周一到周五哦，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呢我们会有这个财富丰盛的静思练习，就是我们 meditation 啊，就是冥想哦，我们会有这个练习，然后会老师带领，然后针对我们冥想是有主题，不是这样哦，坐着放空什么都不想，no，我们的冥想呢是有主题性的，而这个财富丰盛实战营的这个静思的主题呢，就是跟财富相关的，所以每天早上你可以想象吗？每天早上第一件起床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做静思，而且呢是针对你财富目标的主题去做静思。你觉得你一整天会不会很有意识的去种财富相关的这些种子呢？肯定会嘛，对不对？所以就帮助你更好的去达标。然后呢，我们每个拜五啊，晚上呢也会所有伙伴一起聚集在线上来做开心的咖啡庆祝，就像培迪刚刚很喜悦做的咖啡庆祝。但是我们会有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在 Zoom 的线上做咖啡庆祝。那我们这个课程呢是在4月3号就开营了，所以大家如果你想要提升你的财富目标，或者是你现在我想要达标业绩的，或者我想要我的收入翻倍的，或者是我想要解决我的债务问题的，哎，都欢迎你来，因为我们种种子，我们4步骤去种种子，种什么？就是种金钱相关的种子咯，慷慨大度。像我一直种了，有没有小伙伴？Peggy 讲的我都有种嘞，我也是有去给人家时间呐、我也是有陪伴呐、我也是有给人家业绩啊。为什么 Peggy 哦14天那个业绩翻了4倍，我还是老样子的，而且我还有时候有达标，有时候没有达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让我钱进不来，业绩进不来，或者是我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做了哪一些不对的事情，让我的这个金钱漏财的这样子的现象呢？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呢，老师非常的贴心哦，为大家整理了一个 SOP 啊，就是一个操作手册啊，就是大家可以用那个手册去检视自己日常生活中，哎，我有做对什么事情嘛？
还是我做错什么事情，它让我漏财的，那我就停止啊，少做啊，然后甚至不要做啊，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我的财富越来越丰盛呢？所以大家，如果你时间允许，还是晚上的课程，4月3号开营，所以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到这个工作坊哦。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哦，那天我们3月8号啊，女神节，那我们的 DCWYSI 呢有这个超值优惠配套啊，那我们的截止日期是到3月28号，我们小伙伴也会把相关的资讯发布出来。那我们的这个瑜伽平台所学的瑜伽跟一般的瑜伽馆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的瑜伽是有融入这个种子智慧在里面的，所以呢，你每一个动作啊，不只是我们不在意不仅是在意你的这个姿势啊，瑜伽体姿对不对？但是在这个体质当中，有没有融入调整了你的起心动念？你有没有带着高与爱的动机去练习这个瑜伽？我们有融入这个种子智慧在里面，所以呢，鼓励大家有机会都来看看，啊，我们有这个非常优惠的超值配套，然后呢，供大家选择。那我们这个超值优惠呢，是到3月28号截止哦。好，那我们最后哦，刚刚 Peggy 分享了非常非常多她的这个践行心得啊，还有她喜悦。那最后 Peggy 有什么一句鼓励的话给到我们线上的朋友吗？好，思敏，我想要补充一点，就是我在开始学种子之前哦，刚才我有提到，我其实是一个很缺乏，有时间吗？给我讲一点点哈，很缺乏安全感的。那其实这个缺乏安全感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一个功课啊，我到底怎么来？为什么我就缺乏这个安全感？然后我过去把这个安全感建立在妈妈身上，建立在老公身上，或者是建立在金钱身上，这些都是错误的。后来我在种子体系，彼得故事这里呢，我找到了答案。这个安全感是来自于自己的啊。过去我肯定是没有给到安全感，所以我就严重的缺乏安全感，是来自于我。那么现在呢，我已经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那个安全感是自己没有底气啊，自己有足够的底气，自己就是自己的安全感，所以安全感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在外求。所以我在这个彼的故事跟这个种子的智慧里面呢，我就是在寻寻觅觅了几十年，我找到了答案，然后我现在就已经是很心灵是富足的，不会匮乏的，不会说因为这个安全谁或者是某某，可能我的钱少了，我就没有安全感，我就很焦虑。我已经没有这个，因为我知道我这个种子是会回来的，因为我有在种，所以持续的去种这个种子。因为过去我都种，我只是在把它继续的延伸做下去而已，就这样子。然后在这个种子的体系和智慧，我可以看到未来我的人生下半场，我可以过着富和喜悦的人生，这是我想要的呀。然后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些鼓励话，因为我相信彼得故事，所以我的智慧，我的人生就开挂了。因为我相信一切的感受都是来自于我过去的种子。当我遇到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挑战，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说如何的去处理当下的那个情绪或者是问题。没有四步骤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没有四步骤，只有没有用四步骤去解决的问题哦。昨天和今天哦，没有不同，是换不到不一样的明天。谢谢大家。太棒了！大家好不好？刷上一波爱心鲜花来，谢谢我们 Peggy 今天非常用心的分享哦。大家今天有没有收获？如果你觉得哇，今天爆料太多，真的很多好料啊，然后呢，感谢 Peggy 这么用心的分享哦，大家动动手指头，把今天的直播转发分享出去，让更多朋友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智慧，好吗？那他们的生命也许就会像 Peggy 这样哦。诶，好像可以这样，然后他就来听听下这个笔的故事，然后呢，开始用他的这个4步骤，然后开始也来回顾一下我以前做过的好事，来咖啡庆祝，诶，可能他的生命就越来越好了。
你无法想象你这个小小的动作会怎么样帮助到他人，好吗？那鼓励大家把今天这么棒的分享分享出去，让更多人有机会听到这么美丽的故事，好吗？那我们谢谢线上朋友，哇，到目前为止还有将近50位朋友还在线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也谢谢 Peggy 今天的分享，谢期待。谢，谢谢思敏你们的邀请，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心情故事，然后希望今天的分享都有可以激发到或者是点到你们的一些问题，然后让你们去解决到你们一直迷茫的一些课题哦，把种子的智慧写起来，把笔的故事听起来，一定会改变你的思维。谢谢。哇，太棒了！期待哦，Peggy 下一次哦，再带更多其他的喜悦分享来到我们平台，再次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好吗？期待好，你下次再来哦，谢谢大好，谢家喽。那我们谢。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那我们下一场的直播呢，会是在2个礼拜之后哦，所以呢，会是在4月12号哦，我们才会在线见大家哦，然后我们接下来2个礼拜，因为刚好碰到那个清明节嘛，所以大家会去忙扫墓的事情啊，跟家人聚会啊，也是 OK。那我们就2周后再见了，好吗？那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拜拜，谢谢，拜拜。拜拜。